在新加坡，只要你是公民或者永久居民 PR， 从你获得身份的那一刻起，客服账户就会自动开立。从此，它贯穿你的一生，成为你的退休储蓄、医疗保障，甚至住房支付的基石。一提到客服，很多人会觉得它只是每月自动从工资扣除的一笔钱，但它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超出了大部分人的想象。客服的终极目标就是为每个人提供老有所依的保障。伴随着强制性缴纳以及一些灵活的自愿填充计划，客服不仅仅是一个储蓄工具，更是一个理财工具。如果运用得当，客服甚至还能成为一个助你实现财富增值的隐形助手。从退休账户的高额利息到复利效应为你带来的惊人回报，客服其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晚年的生活质量。但问题来了，你知道自己每年最多强制需要缴纳多少客服吗？其实当然不是你的总收入都要用来缴纳客服。让我们从最基础的缴款方式来逐步了解吧。往下看，你可能会惊讶于客服的灵活性。第一章强制缴纳解析。收入越高，真的不一定缴得越多。首先，你的工资是如何被分成普通工资 O 和额外工资 W 的呢？普通工资就是你的每月基本薪水，而年终奖金、绩效奖励等收入则归为额外工资。对于普通工资公积金缴纳是有上限的。2025年起，月薪的缴费基数上限将提升至7400新元，也就是说，即使你的月薪高于7400新元，也只对这部分缴纳。例如，55岁及以下的劳动者，普通工资部分最高缴纳额为7400。新元乘以12个月乘以 37% 等于32856新元。额外工资同样有上限，年度总收入上限为102000新元，超出部分无需缴纳。以月收入7400新元、年终奖金为4个月的员工为例，他的普通工资缴纳总额为32856新元，而额外工资仅需为13200新元缴纳，超出部分直接进个人账户。低于7400新元月薪的工薪族则情况不同，例如月薪5000新元的人，其普通工资部分缴纳较少，但可以为更多的年收入填补额外工资，最多可达42000新元。此外，无论月薪上限从2026年的7400新元涨到8000新元，年度缴纳上限仍保持在102000新元不变。而年龄层不同的缴纳比例，也使得年轻人与年长者的缴纳金额存在差异。第二章自愿填补是压垮生活的负担，还是财富管理的秘密武器？你可能已经听说过，客服账户拥有相当诱人的利息回报。普通账户 OA 的年利率是 2.5%， 特别账户 SA 和保健储蓄账户 MA 的年利率更是高达 4%， 这使得填补客服账户成为一项吸引人的长期财富管理方式，特别适合能接受资金锁定一段时间的人。在自愿填补部分，你每年最多可填补37740新元，这些资金将分配到 OASA 和 MA 账户，而 MA 账户的缴款上限为75500新元，填补后还可享受高达8000新元的税收减免，但需要注意干额度与部分其他税收减免项目共享。如果你为退休计划做规划，退休辅助计划 STO 是一个灵活高效的选项。通过现金或账户资金转账，你可以为自己或符合条件的亲人的 SA 或 2A 账户填补。2025年的全额退休存款上限为213000新元，超额存款为426000新元。如果填补自己的账户，每年最多可获得8000新元减免，为亲人填补还能追加另一笔8000新元的减免。不过需要牢记一点，无论自愿填补还是额外缴款都是不可逆的，一旦资金进入账户，必须按照规则在你未来符合条件时才能提取，因此需要仔细规划。第三章，客服理财的3大隐藏技巧，拿稳稳的高利息回报。尽管客服主要以退休储蓄和医疗保障为目的，但更多人发现它其实也是一种低风险的理财选择。相信你也发现了，客服账户中的利息明显高于市场上的定存利率。以下是几个可能让你受益良多的操作方式。第一，普通账户的资金可以转入特别账户 SA， 享受年利率 4%到 5% 的回报，这是一个稳定高利率的选择。唯一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个资金转入操作是单向的，也就是说，一旦进了特别账户，就无法逆转到普通账户。所以这种操作的前提是你确定不需要用这笔资金支付购房、教育贷款等。第二点，用普通账户的余额提前还清部分房贷，尤其对贷款总额较高的群体非常友好。提前还清贷款可以显著降低总利息支出，减少长期债务，轻松平衡财务压力。第三，如果你具备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，可以利用普通账户或特别账户的资金参与投资计划 FACE。可供选择的投资工具包括股票、ETF 或者单位信托，但请确保这类投资的收益率至少高于 OA 账户 2.5% 的回报，以避免得不偿失。这些小技巧不仅让你的资金增长更快，还帮助你为未来做好充足的准备。基于你的风险偏好和未来需求进行灵活调整，是发挥最大效益的核心策略。第四章，让未来更可控。不仅仅是我们事业和生活成本的必要伴随，它更是我们未来的定心丸。无论你是年轻的上班族，忙于还房贷的家庭支柱，
还是规划养老生活的年长者，只要用好客服系统，它就能成为你最可靠的财富工具。当然，每个人的理财目标不同，有些人可能更注重长期的成长性收益，而另一些人或许会优先追求灵活性和现金流。无论如何，掌握客服的缴款方式和理财秘密，会让你更自信地应对人生的不同阶段。最后，客服缴纳虽然关乎每一个新加坡人的生活，但其细节复杂且多变。说实在的，不只是很多人不了解，甚至还有一些错失了企业税和财富增值的机会。所以今天的讲解希望能帮助你重新审视这笔财富，并激励每个人积极利用它。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感兴趣，记得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。接下来我们还会更深入解析客服和其他理财方式的对比，敬请期待。